大家好，我是小猪。每个娶了娇妻的阔老头子，首先要有一个结实抗造的小身板，尤其是像70岁的郎教授这样的。郎教授年轻的时候也生猛，睡了年轻的空姐2年，提上裤子还能倒赚900万，而且当初赠与女方的2套房产也收回了。那是在2014年左右的上海，房子在空姐手里捂了3年，价格以火箭的速度飙涨了几倍。看看郎教授这杠杆加的，王宝强当年就吃亏在没文化。不过经此一役，郎教授也算替王宝强扳回一局。毕竟江湖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但最终是狠人的。郎教授当年是和原配联手搞的小三，郎教授决定玩一票大的，立刻就给远在美国的原配声泪俱下。我做錯咗全世界好多男人都做錯咗嘅嘢。没想到这位原配也是个奇女子。他不用解释，不用解释，你先安抚人家，不要伤害到人家，也不要让人家伤害到我们。你要我站出来，我随时站出来。得到谅解后，俩人立刻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夫妻2人夜深人静，细算这一单能捞多少的时候，想必原配也少不得埋怨郎教授，死鬼，当初怎么不多包几个？当年这件事爆出来，对整个小三界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坦白说，郎教授的眉眼不差，而且一向走儒雅知性路线，白发、金丝眼镜、西装革履，就算斯文败类，也至少占了斯文2字。但是他的名字坏了大事儿，想必郎教授祖上不是广东一带的，贤字在粤语里可不是好字儿。喺粵語世界裏邊，形容一個人好色、下流、猥瑣，用嘅詞叫做鹹濕。再结合他的彪悍情史，我觉得郎教授的贤师度已经超过了贤师佬的代表人物曹查理，他俩简直就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最近郎教授改行当网红，头发染黑了，连带印堂都发黑。好好的经济学家不做，往情感赛道挤。一群女人挤爆了教授的直播间，让他指点婆媳关系、老公出轨的人生难题。再仔细一听，原来郎教授自己也吐点苦水，说自己的3婚娇妻强势霸道。所以最近过得还是比较郁闷啊。比如说吃饭，他一到他点菜，我不想吃都不行，那个书讨不讨厌？在家嚣张跋扈，我现在过得很辛苦，你知道吧？这个家伙啊是江西井冈山人，知道吧？啊，那个地方啊，真的。然后出去玩了，订酒店、订飞机都他要做决定，这很讨厌。他是很强势的人，知道吧？又年轻又强势。这位他口中来自江西井冈山的凶悍娇妻，比他小30岁。我老婆比我小30岁，好吧？我的丈母娘比我小8岁。我念大一的时候呢，我的丈母娘念小学5年级。在雄性世界里，娶到娇妻，老来得子是很拿得出手的本事。所以郎教授说起自己的娇妻，听着是抱怨，但流露出的人生赢家的得意，挡都挡不住。如今郎教授70多，每晚愁眉苦脸的直播3个小时，活像娇妻旗下的高级打工仔，和曾经那个意气风发在清华演讲的大师判若两人。和许多成功人士一样，郎教授娶嫩妻生幼子，看似人生赢家，但人生很长，多年前射出的箭很有可能要在50年后才会射中自己的眉心。很多男人年轻时不安分，老年在病榻上被另一半抽打，也往往是因为对方意难平。这对方有时是曾经辜负的发妻，有时是正值盛年但被拖累住的娇妻。总之，人生的有些债，到老了才会一笔一笔的清算。他是很强势的人，知道吧？又年轻又强势，然后动不动动手，知道吧？还打我啊什么？哎呀，真是的，我现在过得蛮惨的。江湖传言郎教授结了6次婚，但是持证的也就3次。可以说郎教授闲适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那许多和教授爱过或爽过一场的莺莺燕燕，在郎教授的百度百科都记不上一笔。沃顿商学院博士毕业，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郎教授，
做了一辈子学问有什么用？将来他不在江湖，江湖也最多只留下他的香艳情史。我老婆说：“你先给我好好表现啊！你不好好表现的话，对我不好。等你以后老了，起不了床了，他说我把你的毛都拔光，什么头发就全部给你拔光，你知道吧？”我说：“好好，我不惹你，不惹你。”我觉得郎教授当务之急是查查这位彪悍的娇妻手上有没有受益人是自己的大额保单。我今年就要输，辛苦的原来就慢慢走好，好，慢慢走。祝你要早点好。早点死哇！夫妻之间有年龄差是人之常情，但超过20岁，在伦理上相当于2代人。这世上有多少忘年之恋？是，忘年之恋第一个字就是忘，首先必须忘记年龄，但这一点我就做不到。老夫少妻的定义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一树梨花压海棠啊，各位，还得是古人，还得是苏轼，就没见过比这个更贴切的形容，以至于我现在看到梨花和海棠花就觉得这俩花不正经。还没画面感是吧？看看大画家范增和他小50岁的4婚娇妻，以及张导和他小30岁的3婚娇妻，这梨花海棠花你压我，我骑你的画面是不是就具象多了？别看张导这位娇妻露脸就爱穿个中式袄子，和胡子拉碴的老公不是品茗就是下棋，张口易经老子女德，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其实也是个狠人。当年在张导有太太的情况下，硬撬了人家墙角，从张导的助理上位成了张太太。对了，郎教授的那位一门心思要拔了他毛的娇妻也是助理上位。找我老婆的不是我想找，但刚好他当时是我的助理，你知道，就这样就在一起了。这不是你助理肯定要找年轻的嘛？这个是怎么讲呢？是娱乐的江湖里，助理成功拿下明星的案例超级多。近水楼台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明星贩卖的是幻想，公然恋爱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家的时候，回老家的时候，会有人问你解决个人问题吗？会啊。其实我现在也会被问，就我包括我妈妈也会问，就是说你想什么时候哪个年纪啊接触一下？我说妈妈，我现在谈恋爱就等于失业啊。如果你真的有恋情了，你会提前跟我们说吗？还是我们只能从热搜上看到？我不知道啊，我很慌呀，这种话题一谈就是여자친구 생기면 차 있어야 될 텐데. 저요? 저 생길 수 없는 직업입니다. 저 생길 수 없는 직업입니다. 粉丝可以给你花钱，但是你不能拿着我的钱养嫂子。如果非要谈恋爱，那你就别赚这个钱。如果既要谈恋爱又要赚钱，那你就要藏好。偶像每天都在挣扎，到底是用上半身思考还是用下半身思考？没有人有答案。但很神奇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然后助理就成了最优解。心理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中文翻译成非注意盲视。与之相关的是著名的看不见大猩猩实验。当你全神贯注于数白衣服女孩们传了几个球的时候，你的意识会自然避开其他干扰物，即便大猩猩曾经出现，并且站在中间捶胸，你也浑然不觉。而明星的贴身助理就是众人眼中大摇大摆却看不见的大猩猩。所以助理简直是明星恋爱或偷情的天选之人。张导出了名的男女关系不检点，3次婚姻，2位太太都是插足上位，属于这边没断那边就候着的。别人劈腿觉得丢人，张导劈腿都劈出火星子了，也面不改色。脸面值几个钱？我他妈的都分到吃泡面了，我还在乎健康？除了耶稣、圣诞老人和肯德基爷爷，我对胡子和头发融为一体的男人多少有点成见。我觉得脏脏的怪怪的，也可能是因为麻原彰晃和山木老师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我还真不是以貌取人，即便张导的人品单独拎出来，他也不灵啊。您做制片人，您是个抠的制片人呢，还是很阔气的制片人？啊，我当然是很抠的制片人。抠在哪儿啊？抠在演员的，比如说报酬上啊，工作人员的报酬上。但是我们在对于观众看得见的地方，我们是一点都不抠。像王菲给我唱了歌，王菲1分钱都没跟我要过。
被感动。那是你没给还是？我是没给啊，抠嘛抠嘛。但是王菲这个人也不错，我跟她说，我说你看，我说我给你多少钱啊？也对呀，这个多少钱不是钱啊？我给你多少钱？我给多了给不起，给少了齁寒碜。对，策略。王菲说不要钱，不要。据说老人味儿和洗不洗澡没关系，和代谢慢有关。张导这样的，隔着屏幕都能飘出一股老人味儿，姑娘们也真是不挑啊。平时买件大衣都知道货比三家，怎么找老公就总是从垃圾堆里刨呢？哎，等等，我觉得我格局还是没打开。张导怎么了？好和坏都是比出来的。小刚泡着一口原装大龅牙，皮肤又是那样，也不耽误外面的狂风浪蝶又狂又浪。刚子这么有魅力，这么有名啊，还挺范儿的那种，北京老爷们那种范儿的，就晚上扑的人呐，可多了，一浪接一浪。你怎么那么静观事态？你怎么看呢？我们家人反正是男的，那你让他占便宜就占呗。这么一比，我觉得张导的老人味儿也不那么顶鼻子了。1周7天，小30岁的娇妻把张导的强度拉满。周1直播，周2骑马，周3爬山，周4蹦极，周5坐过山车，周6去鬼屋，周日高温桑拿，每天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而且还定制了周密的老头拉练计划。下雪天，娇妻带张导去爬山，爬到一半，张导缺氧，体力不支，硬是被人抬下了山。虽然张导拍的武侠剧有很多骑马射箭的戏，但他自己不会骑马，娇妻就贴心地安排他海边骑完草原骑，骑完马再骑骆驼，结果他从马背跌落，磕到石头，差点把腰干废了。娇妻主业带货，张导即便像个麻袋一样杵在那儿也要露脸，但是不知怎么有一次就睡着了。娇妻一点不耽误卖货，只是闲闲地说不用管他，一会儿就醒了。甚至张导被扶上床的时候，娇妻还趁机介绍了一下床上用品。疫情期间，张导不幸中招，娇妻二话不说，直接把他送到酒店隔离。当时张导的情况确实不妙，看着凶多吉少，都以为他会嘎在酒店。你还逞不逞强了你？头疼，你还行吗？这神经疼啊，疼。我觉得这是娇妻所有计划中最接近成功的一个 round。结果张导命硬，这叫活着的不死。除此之外，娇妻还时不时额外的给张导上点强度，练练泰拳，搞点极限运动，或者半夜醒来忽然说要去新疆之类的。现在是凌晨3点，睡不着觉。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现在特别想要吃新疆正宗的烤羊肉串。你哪里吃上羊肉串？你有哪里有羊肉串？是那个宝宝想吃，不是我想吃。先订票，有没有半夜飞的？订票啊！你说哪？我订了。结果万万没想到，张导是一款很抗造的老头，娇妻机关算尽，张导就是不挂。这叫活着的不死。娇妻和张导生了3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是去年生的。别人含饴弄孙的年龄，张导喜得千金。不过这事儿要分2方面去看，一方面我觉得娇妻暗自调整了造老头计划，由对外进攻改为对内防守，毕竟精尽人亡也是万千死法中的一种，而且和作为10大暗器之首的板凳一样，往往杀人于无形。另一方面，张导这身体是真能打，武能让媳妇认身，文能给媳妇涂妊娠油。其实张导挺难死的，我都怕娇妻哪天端出一碗汤药来。大郎，来吃药。看得出娇妻挺急的，但你先别着急，张导怎么说都是70多的人了，你说他……哎，等等，当年杨教授82岁娶翁帆，今年102岁。翁小姐本来想打个短线离场，没成想硬炒成了股东。套牢其实指的就是进行股票交易的时候所遭遇的交易风险。比如说，我们呢预计股价会上涨，
但是在买进之后呢，股价却一路下跌。被套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股票没选好，第二个就是买入的时机给选错了。杨教授这么多年一点没见老态，精神抖擞，稳如老狗。翁帆反而愈发像个老太太，每次陪杨教授出场，总是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张导的娇妻想到大前辈翁帆，估计更是心急如焚。这叫活着的不死。但他给老 baby 的强度已经上到了滑翔伞和水上极限运动，连直播都是通宵整。自己这潘金莲的心已经西门皆知了。当初嫁的时候也没想到这老头这么难杀。然而更让娇妻担心的是，你要是杀不死他的话，会让他变得更强大。这么训练下去，说不定老头的内核越来越强，回头谁先走还真不好说。看谁的命长。有人给娇妻提议，还爬什么雪山啊，直接强度拉满，给张导安排一次珠峰探险之旅不就完了吗？爬珠峰的是另一个娶了娇妻的抗造老头王总，这对糟点满满的 couple 很值得专门做一期。张导的娇妻确实有些乱了阵脚，他应该和范增的娇妻学学，人家就不这么鸡翅白脸的，反而很云淡风轻。范大师和娇妻真正的80后对战80后，老狼毫欲透嫩宣纸，新砚台细磨旧墨汁。哎，声明一下，我可没开黄腔啊。范大师丧偶3年，在86岁娶了36岁的娇妻。大师应该没有被父母催婚吧？这么迫不及待。不过这个婚姻看似荒唐，实则极其合理；看似冲动，其实理性。一个明白万贯家财带不进棺材，花出去的才叫钱；一个懂得自己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怎么最大程度的变现。所以人家这一对儿才是和谐。大师只要一提笔，娇妻就立刻磨墨。大师婚后大办寿宴，娇妻就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宾客，滴水不漏。通常祝福新人会说白头偕老，我比较好奇当天的宾客是怎么恭祝这对刚结婚就完成白头偕老 KPI 的夫妻的。四婚的范大师有一说一，书法和绘画是有功底的，其他硬不硬不好说，但他的作品在书画市场的行情一直都非常硬。但是这不耽误他本人在同行的眼里风评差的事实。黄永玉这人确实不错，就这几个画画的里头，也就黄永玉，吴冠中都不成。怎么黄永玉画的怎么好啊？黄永玉这人品也不错，跟他媳妇儿俩人，也不错。他老伴儿去年死的，老伴儿死，他恭恭敬敬写上字儿，不幸那个是几号几号逝世。而且人家始终如一，他是个穷小子，而他的媳妇儿大家闺秀。范增这种人根本就是扯淡，说的头头是道，干的事儿全是倒行逆流。这个小姑娘当那个媳妇儿，她原来那媳妇儿她又给蹬了，她原来那媳妇儿啊就是朋友之妻，给弄到手了，现在又把人家蹬了。至死永不相见，李可染都这么说啊，他这人不地道，他抢朋友之妻，你说他什么人呢？过去讲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他就属于这种人。李苦禅也说过范增的人品有问题。李苦禅骂这范增了，说有生之年不相见，欺师灭祖，他把老子都给沾污了。另外，他在文革的时候能对危难之际施以援手的沈从文落井下石，人品的确不敢恭维。不能以私德评判一个人的好坏，这话我认同。但据我观察，私德差的人大概率也不是个良人，而私德好的人其他方面也不会差。范增的小娇妻这么沉得住气，大致是因为范增的墨宝每一张都价值连城。在娇妻眼里，范增不是大师，而是招财猫，发财的小手轻轻一挥，就是10几个铂金包，比印钞机的速度都快。而更令人欣喜的是，掐指一算，自己芳龄36，大师高寿86，这完美的年龄差，我估计小娇妻半夜躲被窝都能笑醒。
支付宝到账1亿元。一般人找另一半，年龄必定是一个考虑因素。范大师但凡年轻10岁，这位娇妻都未必会嫁他，这算是短线投资，回报率惊人，还是这位娇妻算得通透？范大师官宣新婚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有轻微脑梗，是娇妻无微不至的关爱使他全面康复。他们的爱堪称一邻佳话。范大师可真是个逻辑小天才，有了小娇妻，血液往下一走，脑子自然就不堵了。另外，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自称一邻佳话的人。人类往往对数量有限的东西十分狂热，限量稀有绝版我就会莫名的，你知道吗？这里一直跳，然后我觉得我快要气出来。比如比特币，比如黄金地段的豪宅，比如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在艺术家死了之后。看看范大师，再看看他这位安安静静一心磨墨的小娇妻，世人的闲言碎语算得了什么？梨花压海棠，压几年又算得了什么？阔老头子人品差，黑心烂赌子那么坏，又算得了什么？比起唾手可得不可估量的巨额财富，现在顶多算是黎明前的黑暗，谁还熬不起个5年8年了？哎，等等，杨教授新婚的时候82岁，小翁28岁，20年后的今天，俩人还能出双入对。别小看古稀老人的战斗力，真要拼耐力，娇妻和阔老头子谁先谁后，说起来还真不一定，也不是不可能。在多年之后，2个100岁老头坐一块儿交流娶娇妻的心得，一个边写画画，一个边盘着奖章，脸上俱是得意和幸福。而不远处，2个又老又失望的女人哭作一团，老头子们更开心了，到处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叫活着的不死。我是小猪，谢谢观看，别忘了订阅哦，下期见，拜拜。